各位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至。最近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，我见到了太多从罗兰港、亚凯迪亚过来的台湾长辈，大家最忧心忡忡问我的是同一件事：夏至啊，我孩子每个月固定转几百块给我，让我买点好吃的，喝喝茶，这么孝顺的事，美国政府难道也要管吗？每次听到这里，我心里都特别沉重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人情，在美国可能正是严密的法规要管的账，这背后直接关系到我们养老的命根子，您的白卡和福利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对我影响很深的话，来自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。他说，如果我知道我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去那里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是顶级的避坑智慧。对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说，在想怎么过得好之前，必须先弄明白做什么会让我们过不下去。如果我们知道哪一种汇款，哪一种存钱方式会让我们失去白卡，丢掉补助，那就千万碰都不要碰。可惜很多长辈都凭着过去的习惯做事，觉得孩子的孝心钱不算收入，私下现金存放查不到。但在社安局强大的数据系统面前，在即将到来的严格审查面前，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危险的陷阱。我恳请您放下手里的事，认真听我说完。今天聊的不是几百块钱的事，它关系到您未来几十年看病的保障和晚年的安稳，请一定重视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。在美国待久的朋友都懂，这里的医疗水平是世界顶级的，但它的费用也是世界顶级的杀人刀。对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身体就像用了大半辈子的老车，这儿疼那儿响是常事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、关节痛，这些老伙计甩都甩不掉。要是没有那张白卡，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您生了病都不敢声张，意味着晚上胸口发闷，您第一反应不是打911，而是算算叫一趟救护车要几千美金。意味着医生开了救命的药，您去药房一看价格，可能只能摇摇头，空着手回家。意味着一次突如其来的住院，一张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账单，就能把您和儿女几十年攒下的家底，一夜之间掏得干干净净。这张白卡就是咱们在美国养老的护身符，是咱们能挺直腰板活下去的底气。而我今天要告诉您的，恰恰就是您觉得充满温情、无关紧要的那些小事。孩子会来的那几百块饮茶钱，女儿帮您付掉的那个月房租，您省下来塞在银行里的那个红包，正是这些透着孝心的事儿，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剪断您护身符绳子的那把剪刀。社安局的雷达早就全面开机了，大数据的天网已经撒下来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输在没钱，而是输在不知道，输在一片好心却坏了大事。所以，请大家务必打起12万分的精神。今天我夏至不是来给大家贩卖焦虑的，我是来给大家送盔甲的。我来教大家怎么在这个布满规则陷阱的森林里，用智慧、用方法，既保护好自己，也护住孩子那片滚烫的孝心。社安局的规矩我们改不了，但咱们办事的方法可以改。就像芒格先生说的，只要我们把所有会导致失败的坑都避开，剩下的路自然就是平安和安稳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咱们现在就开始为您在美国的晚年生活做一次彻彻底底的扫雷行动。我先讲个真事，就发生在我们旁边的罗兰港。有一位从台北来的林阿姨，今年78了，身体还行，但有些老毛病，每个月靠着900多块的 SSI 补助金生活。前阵子天热，她住在东岸的女儿特别心疼妈妈，怕妈妈热了舍不得开空调，也想让妈妈能常跟老朋友聚聚，就决定每个月固定给妈妈银行账户里转500美金。这本来是件暖心的好事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这钱转了才4、5个月，林阿姨就收到社安局寄来的一封信。那信可不是问候卡，那是一张冷冰冰的罚单。信上说，因为他们查到林阿姨有未申报的收入，所以从下个月开始 SSI 补助金全部暂停，而且还要求林阿姨把过去几个月多领的钱全部退回去。林阿姨当时就吓坏了，拿着信找到我，手都在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说，夏至，这讲不讲道理啊？这是我女儿孝敬我的啊，我一没偷二没抢，就是孩子的一点心意，这美国政府难道要罚人尽孝道吗？各位老乡，您听听，是不是觉得特别不讲情理？但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在社安局那套电脑系统里，没有孝心这个词，只有2个冷冰冰的标签：收入和资产。要想不重蹈林阿姨的覆辙，咱们第一件要搞明白的事，就是很多长辈经常弄混的一个概念：社安退休金和咱们今天重点说的补充保障收入，也就是 SSI， 完全是两码事，性质截然不同。
社安退休金好比咱们在台湾工作一辈子攒下的劳保退休金，那是您年轻时流汗缴税换来的权益，是您的保险金。这笔钱不管您子女经济状况如何，也不论您个人有多少存款，属于您的部分都会全额发放。相关政策对此有明确规定。而 SSI 补助金，它的性质更像台湾的低收入户补助，它的本质是社会救济，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供养那些年迈、失明、残疾，并且真的一穷二白的人。所以社安局的逻辑非常直接，既然您女儿每个月能稳定给您500块，那就说明您的生活有人承担，您已经脱贫了。既然都有人养您了，政府凭什么还要用其他纳税人的钱来救济您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查得这么狠。特别是现在银行数据和社安局系统都是联通的，您账户里多出1分钱，他们都可能知道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号脉，诊断一下领 SSI 的长辈最容易掉进去的3个致命大坑。您不妨在心里对照一下，这第一个大坑就是直接现金转账。就像林阿姨的遭遇，社安局白纸黑字规定，任何不是靠你工作挣来的现金都算不劳而获的收入。政府扣钱的办法非常狠，几乎是来1块扣1块。虽然它还算有点人情味，每个月投$20不算，但超过的部分全扣。我们来算笔账就明白了。女儿给林阿姨500，扣掉20的免税额，剩下的$480全部算成林阿姨的收入。如果林阿姨本来能领943的 SSI， 下个月就直接减去480，只能拿到463块。您仔细品品，这划算吗？女儿辛辛苦苦挣来的500块孝心转了一圈，林阿姨实际只多拿了20块零花钱，剩下的480块全都替美国财政部省了。这哪里是尽孝，这简直是给美国政府捐款啊！有的长辈会比较聪明，想到了第2个坑的变种，我不拿现金，我让儿子直接把钱交给我的房东，替我付房租，钱不经过我的手，总没问题了吧？这在中医里叫治标不治本。社安局对此有个专门的术语，叫实物支持。意思是，如果有人替您承担了基本的生存开销，比如付房租、水电、煤气费，或者直接帮您买菜，社安局就会认为您的生存成本被降低了，等于有人管吃管住。这时候会触发一个1/3法则，不管您孩子实际帮您付了多少钱，社安局最多可以从您的 SSI 福利金里扣掉1/3，这比直接拿现金扣的是少点，但就像吃药有副作用，福利金还是实打实的缩水了。而且如果您不主动申报，事后被查出来，还可能被扣上福利欺诈的帽子，那麻烦就更大了。第3个坑也是最隐蔽、最可怕的一个，叫做积少成多。很多咱们华人长辈节俭了一辈子，子女给的红包、零花钱舍不得花，一笔一笔都存在银行里，觉得心里踏实。但您一定要记住， SSI 有铁打的资产上限，单身人士所有银行账户现金加起来不能超过$2000，夫妻2人不能超过$3000。我接触过一个案例，一位赵伯伯就是因为太节俭，子女给的钱加上每月的 SSI 补助，存着存着，账户里的钱不知不觉就超过了2000块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不仅 SSI 立刻被停发，最要命的是，和他 SSI 资格绑定的那张白卡也同步失效了。后来赵伯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不敢叫救护车，硬扛着，差点出大事。为了银行里多存的那千把块钱，把保命的白卡给弄丢了。这绝对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甚至可能把命都搭上。说到这儿，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孝顺的子女或者正在领福利的长辈，心里可能已经拔凉的了。大家肯定在想，夏至，照你这么说，在美国尽孝道怎么就这么难？难道我想给爸妈买点好吃的，想让他们手头宽裕点，这都成错事了？难道我们就只能看着父母紧巴巴的过日子，有钱都不敢给吗？各位朋友，千万别急着灰心，如果这真是一个死胡同，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跟大家掏心掏肺了。我在美国钻研这些政策法规20年，见过太多家庭因为不懂规则而焦头烂额，但也见识过更多聪明的家庭，因为懂得顺着规则来，不仅福利稳稳拿着，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。这就好比中医治病，找到了病根，自然就有对症的解药。在美国这套福利体系里，虽然关卡重重，但还是留了几条合理合法，甚至政府都默许的绿色通道给大家。今天我夏至就把压箱底的功夫拿出来，给大家开3副救心丸。这3招招招实在，能让您既收下孩子的孝心，又稳稳地避开社安局的红线。第1副药叫做精准付账，专款专用。这招最简单，最容易上手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安全白名单策略。
很多长辈有个误解，以为只要是子女付的钱，不管付什么，社安局都会算账。其实不然，咱们得摸透社安局的底层逻辑。请您记住这句话：社安局只管您能不能活下去，不太管您活得好不好。在他们看来，什么是活下去的核心？就2个字：吃和住。如果子女直接帮您买菜、付房租、交水电费，这等于解决了您的基本生存问题，属于实物支持，那您的福利金肯定要受影响，因为您不需要那么多救济来活命了。但是，除了吃和住之外的其他花费，社安局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因为这些被看作是提升生活品质，而不是满足生存必须。所以，这第一服药的具体服用方法，就是让子女拿着账单，直接去帮您付款。钱千万不要进您的银行账户，直接付给商家或服务机构。具体能付哪些呢？我给大家列个清单，您可以记下来。首先是电话费和网费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没网没手机，跟断了水差不多，但在社安局眼里，这不属于生存必需品。所以，您想用最新的手机，想办不限流量的套餐，一个月就算要$100-200，只要让子女直接掏钱付给电信公司，您的 SSI 1分钱都不会少。第二是交通出行的费用。在美国，没车等于没腿，但养车贵啊，保险费1年2-3千，车子坏了修一下又是大几百上千。这些钱千万别从您自己口袋里出，让子女直接去付保险费。车子要保养维修，让子女直接刷卡。这些交通支出，社安局是不算在扣钱项目里的。第三，这可能是咱们华人长辈最关心的一类，精神娱乐和返乡探亲的费用。很多叔叔阿姨想回台湾看看老朋友，想去日本泡泡温泉，或者去其他地方旅游散心。现在一张国际机票动不动就1-2千美金，如果您让子女把钱转给您，您自己去买票，这笔钱一进您账户，很可能就超过2000块的资产限额，福利马上停。正确的做法是，让子女直接在网站上用他们的卡为您买好机票，订好酒店，付清旅行团的费用。社安局才不管您是坐经济舱还是头等舱，也不管您是去台北还是去巴黎，只要这钱不是用来买米买菜付房租，您就是去环游世界，您的 SSI 福利照样稳稳的。第四是医疗上的升级开销。白卡虽好，但不是包治百病。比如想种一口好牙，想配一个更清晰的助听器，或者想做一些白卡不报销的针灸、推拿，这些自费项目，让子女直接去医院或诊所付款，这属于医疗救助，政府完全没有理由反对。这第一招的核心心法就是避实就虚，避开实助这2个实打实的基本盘，把孝心的钱花在行乐、通讯这些提升生活品质的虚处，这样父母的日子过舒坦了，手里的现金没变，福利的根基也就一点没动摇。接下来是第二服药，叫做签订家庭护理契约。如果说的一招是练外功，那这第2招就是修内功，稍微需要点手续，特别适合那些子女每月想给父母一笔固定钱，而且数额还不小的家庭。这一招的核心是把无偿的赠与变成有偿的劳务收入。在美国这套体系里，不劳而获的钱是被重点打击的，几乎来一块扣一块。但是靠劳动挣来的钱，政府是鼓励的，有专门的优惠计算方式。咱们很多华人的阿公阿嬷在美国其实特别辛苦，帮子女带孙子、做饭、打扫家里、接送孩子上下学。这些活如果去外面请个保姆，一个月少说也得2-3千美金吧。那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付钱给自己的父母呢？具体操作就是子女和父母坐下来，正正经经的签一份家庭护理雇佣合同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父母每周工作多少小时，具体负责哪些家务或照顾孩子的工作，时薪是多少。然后子女每个月像发工资一样，把这份薪水付给父母。您可能会笑，觉得这不多此一举吗？给钱还要签合同，嘿，这里面的门道可大了。咱们来算笔账，您就明白它厉害在哪儿了。假设第一种情况，女儿直接给妈妈1000美金现金，社安局的算法，1000减掉20免税额，剩下的980全部算收入，直接从妈妈的 SSI 里扣掉，结果就是妈妈实际到手的钱几乎没增加。第二种情况，女儿付给妈妈1000美金，但这是工资，社安局对劳动收入有个特别优惠的公式，总收入减20不计算额减65，工作奖励额括回除以2等于要扣的福利金额。咱们套进去算，1000减20减65等于915，915除以2等于457.5，看到了吗？同样是1000块，如果是工资，社安局只会扣掉妈妈457.5的 SSI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妈妈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多了1000块工资，而福利金只少了一半不到。里外里一合计，妈妈每个月能花的钱比直接拿现金多了500多美金，一年下来就是6、7千。这笔钱够妈妈舒舒服服的回趟台湾了。当然，这服药效猛，也有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，既然是工资，父母就需要报税，子女也要发 W2 或1099表格。但对低收入的老人来说，税率往往很低，甚至为零。比起保住的 SSI 福利，这点税务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这事儿必须真实，家里确实有孩子需要照顾，或者有家务需要老人帮忙。如果父母卧床不起，您还硬要编造一份工作合同，那就是欺诈，后果非常严重。第三，服药是善用信托账户，这算是应对疑难杂症的终极方案，也是真正体现规划智慧的高阶玩法。很多华人家庭觉得信托啊、特殊账户啊，那都是亿万富翁玩的，我们普通老百姓用不着，大错特错。在美国，越是需要依赖福利的中产家庭，越需要了解这些金融工具来保护自己。如果您家情况特殊，比如父母有一些健康上的障碍，或者子女想留一笔钱给父母养老，又怕这笔钱直接给父母会让他们失去白卡资格，那您就必须知道下面这2个工具。第一个叫 ABLE 账户，这是政府为符合资格的身心障碍人士开的一个超级后门。根据最新的规定，符合身心障碍定义的年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。如果您的家人符合条件，开立这个账户，好处就太大了。每年可以往里存上万美金，而这个账户里所有的钱完全不被计入 SSI 那2000块的资产限额，哪怕您在里面存了10万块，社安局也当没看见。这笔钱可以用来支付住房、交通、医疗、保健等几乎所有生活相关费用，简直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小金库。如果不符合 ABLE 账户的条件，那就要用第2个工具，第三方特殊需求信托。这招可以叫做借壳上市，由子女出钱设立一个信托，受益人是父母。它的法律原理是，信托里的钱在法律上属于这个信托本身，不属于父母个人。父母作为受益人，不能随意从里面取现金，所以这笔钱不算他们的资产。当父母需要花钱换假牙、请私人护工、买新衣服，甚至去旅游时，由信托的管理人，通常是子女或指定的专业人士，直接从信托账户里开支票付款。这好比在父母身边放了一个坚固的保险箱，钥匙在您手里，社安局能看到这个箱子，但因为父母自己打不开，所以不能算作父母的钱。但同时，父母又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个箱子带来的好处，这就是高明的资产规划，拥有使用的权利，而不必背负拥有的风险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老朋友，话说到这儿，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原本预计的时间。团队的人已经在旁边给我打了好几次手势，示意我可以结束了，但我还是让他们把镜头对着我，因为有些压在心底的话，我不说出来，今晚怕是睡不着觉。这些话可能不那么符合所谓流量算法，但他们像块大石头，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。今天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，掰开揉碎的讲法规、讲陷阱、讲数字，也许有人会想，夏至，你是不是太较真了？不就是几百块钱福利金的事儿吗？至于说的这么严重吗？我要看着您的眼睛，认真的说，至于，真的至于，因为这背后反映的是我们整个华人移民群体，特别是我们这代老移民正在面对的一个巨大、无奈，甚至让人心酸的文化困境。我们华人无论来自台湾、大陆还是其他地方，骨子里流的都是儒家文化的血，百善孝为先，养儿防老，这些观念是刻在咱们 DNA 里的。在我们看来，幸福晚年就是儿孙绕膝，就是子女孝顺。当父母老了，子女想方设法让父母过得好一点，给点钱，买点东西，这是人伦天性，是最自然、最温暖的情感流动。这份孝心是咱们华人文化最宝贵的根，是我们在异国他乡相互取暖的那团火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无论我们多么珍视这份温情，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们现在脚下踩着的是美利坚的土地，我们像一棵老树，被移栽到了完全陌生的土壤里。这里的规则，这里的逻辑，和咱们熟悉的那一套是彻彻底底的两回事。美国社会，它的底层运行规则和咱们的人情社会是背道而驰的。这里不讲情面，只讲法条，不看您孝不孝，只看数据不对。他不理解什么叫颐养天年，他只计算什么叫福利欺诈。在咱们眼里，子女给父母500块红包，那是爱的表达，是家庭内部的温情。
但在社安局那台冰冷的超级计算机里，那是一条可疑的资金流水，是未申报的潜在收入，是您可能欺骗政府、骗取纳税人钱的证据。在咱们看来，子女帮父母付房租，是帮国家减轻负担，但在他们的算法里，那是您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据，是您不再需要全额救济的证明。这就是最深层的文化冲突，是两种文明逻辑在福利问题上的剧烈对撞，而每一次碰撞受伤的，往往是我们这些凭着老经验办事的华人家庭，这就是无数悲剧故事的根源。在我这20年的从业经历里，在我的岁月安心站办公室里，我不止一次目睹让人心碎的画面。我见过满头白发的老人家捏着社安局的追款信，双手颤抖，老泪纵横，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问我：夏至，我不懂啊，我儿子心疼我，给我汇钱，这怎么就成了错了？难道孝顺父母在美国是犯法的吗？难道要逼得孩子不认爹娘才是对的吗？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。我没办法用法律条文去温暖他们受伤的心，但我又必须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他们。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家庭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等，因为不懂这些冰冷的规则，而让子女滚烫的孝心变成父母晚年的一场噩梦。我不想再看到哪位应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因为丢了白卡，在病痛面前只能选择硬扛。请大家再想一想，那张白卡对我们这些在美国的老人来说到底是什么？它不只是一张塑料卡片，不只是一个号码，它是护身符，是尊严的底线，是那根绝对不能断的救命稻草。这根稻草一断，压垮的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积累，是老人最后的体面，更是子女余生都难以释怀的内疚。所以今天我才这么啰嗦，讲得这么细碎。我不仅仅是在教您怎么保住福利金，我是在教您怎么保住晚年的安稳，怎么守住生命的尊严。我不敢说我的内容天下第一，但我敢摸着良心说，这是我在美国政策、税务、福利领域深耕20年，亲眼目睹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，亲手帮他们处理过无数棘手难题后，总结出的最实在、最接地气、最能救急的干货。这里面每一个字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的教训。老话说入乡随俗，在美国养老最大的俗不是吃西餐过洋节，而是弄懂这套复杂的像迷宫一样的福利游戏规则。咱们不能再凭感觉办事，不能再有大家都这样应该没事吧的侥幸心理。请大家记住，在数字化无所不在的今天，在2026年 AI 查账越来越厉害的当下，不知道和我以为就是最大的风险。所以在最后，我夏至代表岁月安心站恳请您，如果觉得今天的提醒有一点点帮助，请一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、邻居，特别是新移民家庭。您的这个举手之劳很可能帮一位长辈守住了看病的保障，避免一个家庭陷入困境，这是真正的行善积德。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听完已经慌了，甚至已经收到了社安局的查询信，请您一定记住，先深呼吸，不要慌，更不要自己贸然去解释或辩解。在没有专业准备的情况下，您随口说出的生活费、辛苦钱等话语很可能被记录为不利证据，让事情变得更糟。正因如此，我决定下期专门讲危机应对。如果不幸被盯上，信已到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不是世界末日。下一期我会手把手讲解关键申诉信该怎么写，哪些是禁语，如何合情合理的组织证据和解释，如何申请豁免以保住最核心的福利。想听这期申诉指南的朋友，请在评论区留下需要2字，您的每一条留言都是我准备内容的动力。我懂您的不易，也愿陪大家一起想办法。请关注岁月安心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